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不是一王，我是肥仔，欢迎来到每周科技要闻的第5期。北京时间11月29日凌晨0点 ，AMD 召开了他们在10月份的第2次发布会，发布了基于 RDNA 2核心的微软 RS6000 系列显卡，包含了6800、6800XT 和6900XT 3个型号。按照 AMD 官方公布的数据 ，RS6800XT 直接对位 RTX 3080，有赢有输，赢得多点，但是价格便宜了50美刀。6800是在3070和3080之间，而价格也在它们之间。而最高的 RS6900XT 则直接干上了3090，售价直接少了1/3。作为 A 卡的老用户啊，这么多年来，终于看到了 AMD 推出可以直接干隔壁旗舰的卡了。秉承着 A 卡在显存方面一贯大方的作风，三张卡均配备了16G 的显存，也就是说6800和6800XT 要比同档次的 N 卡多不少显存，6900XT 则比3090要少1/3。不过 RS6000 系列没有用上最新的 GDDR6X， 而是 GDDR6。同时 ，AMD 在新的处理器中引进了类似 CPU L3 缓存的 Infinity Cache， 使得 RDNA 2显卡可以提供超过常规 GDDR6 显存2倍的带宽。而且新架构的能耗比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，RDNA 2的每瓦性能比初代 RDNA 高出超过1半。而在6900XT 上更是达到了65%，这2张卡的标称功耗都只有300瓦，比隔壁的8090都要低。A 卡的功耗高的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。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主频，在新的架构加持下，有着30%的提升，最高能达到2250的 BOSS 频率，而且目前看起来还有超频空间。同时 ，RS6000 系列会支持光线追踪特效 ，RDNA 2架构在 GPU 中有光追硬件加速单元，支持微软的 DS12U API，A 卡终于有硬件光追了。AMD 还发布了开源的特效工具包 Fidelity FX 来帮助开发者在游戏中实现光线追踪效果。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多款支持 A 卡光追的游戏，这些游戏演示视频会在11月份中陆续放出。不过 AMD 并没有公布运行光追游戏时的实际帧数。光追这一块 ，AMD 算是刚进来，但有着新游戏主机上的次世代游戏加持，实际的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期待的。除了架构提升之外 ，AMD 还准备了2个软件方面的新功能，来进一步挖掘 RDNA 2的潜力。一个是驱动自带的 Wedge Mode， 点一下自动帮你超频显卡。另外一个就是当你的队伍里面凑齐了 Ryzen 5000系列处理器、500系列主板、RS6000 系列显卡3名角色时，可以触发羁绊特效 Smart Access Memory， 让 CPU 可以完全访问显卡的显存。以上2个新功能加起来，可以给 RS6000 系列显卡再提供4%到13%的性能提升。新系列显卡还加入了隔壁家刚去掉的 Type-C 接口，以及对抗 DLSS 的 Super Resolution 功能也已经在开发中了。RS6800和 RS6800XT 会在11月18号发售，6900XT 则要等到12月8日，错过了双11有点可惜。不过双12倒是可以赶上了。发布会当天，黄老千也在微博上表示对 AMD 的认可，不过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后，也顺便来了另外2家一口。在 AMD 发布新显卡的同一天，英特尔也公布了下一代桌面处理器11代 Walker Lake-S 的 PPT。新的处理器采用了全新 CYPRESS-COVE 架构，可以带来2位数的 IPC 提升，并搭载了英特尔 S1 架构的核显。新一代处理器终于支持了 PCIe 4.0， 而且通道数提升到了20条，有4条是专门留给 SSD 的，同时还加入了深度学习加速和 VNNI 的支持。后者相当于说，英特尔终于把 AVS512 指令集带到了桌面平台。另外还有新的超频功能和 USB 3.2 Gen 2x2 20G 接口的支持。不过11代处理器最多只提供8个核心，相较于10代 i9 反倒少了2个。
智能方面，在 PPT 上没有提，按之前的消息来看，还会是14纳米，而且如果换到了10纳米的话，肯定要重点宣传一下吧。和新处理器一起发布的还有500系主板，不过之前400系主板发售的时候，很多厂家都声称可以支持 PCIe 4.0，所以应该可以直接兼容11代处理器的。按照英特尔的惯例，也至少2代才换接口。11代处理器将在2021年的第1季度发售，10代桌面处理器发售不到半年，英特尔就急着公开下一代，估计隔壁家给到的压力不小。10月30日，华为在国内召开了发布会，发布会的重点是 Mate 40系列手机的国行版本，手机本身的参数等信息，上次海外发布会已经讲过了，这次就直接快进到售价部分吧。Mate 40无后缀版本为4999元起 ，Mate 40 Pro 要6499起，过来 Pro 加要价9000，RS 保时捷设计要1万多，最贵的典藏版本来到了14000元。新的 Mate 40系列全线支持 5G， 和上代 5G 版本的售价其实还是差不多的，主要是这次没了 4G 的型号，导致上手的门槛比去年高出了一些。除了 Mate 40系列的国行之外，华为还推出了上代 Mate 系列中 Mate 30 Pro 的廉价版 Mate 301 Pro。搭载的是麒麟9901处理器，9901和9001类似，在麒麟990的基础上砍一点 GPU 和 MPU 的规格，其他规格初看和上一代一致，支持 5G 网络，价格要比不带1的 5G 版本低1000多，但还是要比 Mate 40贵。个人觉得还是40要香一点。除了华为，10月份最后一周发布手机的还有红米。10月27号下午，红米发布了 K30S 至尊纪念版。今年的手机圈是不拼性能，而是改为拼谁的后缀多了吗？ K30S 至尊纪念版是小米在海外发售的10T 的国行版本。搭载了骁龙865处理器和144高刷 LCD 屏幕，支持 5G 网络，后置3摄，配备5000毫安时电池加33瓦快充。而最关键的是，搭配双11补贴之后，只需要2299元起，这个价格却有这么梦幻的配置，让人不禁想起当年的小米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也和当年一样那么难抢。说到手机，一加在微博上放出一加 8T 赛博朋克2077定制款的海报，宣布在11月2日登场。但是这是联动的主角之一，原本预定要在11月19日发售的赛博朋克2077，在翼王的一口毒奶之下，直接跳票到了12月10日。这款最初预定在2020年4月份发售的游戏，已经不记得跳票多少次了。是在月初 ，CDPR 还发推非常坚定的说，这次我们不会再有推迟了。也就是说 ，Due late, no more。而这一跳不要紧啊，但是其他厂家也仿佛沉浸在了这个氛围里面，也先后发出了咕咕咕的声音。先是育碧、远酷6和彩虹6号封锁宣布延期，然后是永恒空间2，为了避开2077的锋芒，也推后到了明年的1月份。说到游戏，10月26号 ，B 站数码区知名UP主翼王通关了《异度之刃1》在 Switch 上的高清复刻版《异度之刃决定版》，并把数量庞大的支线任务都刷完了。翼王认为《异度之刃决定版》的质量非常高，相当值得入手，任天堂简直是世界的主宰。同时，他还表示，作为老板上班，一个人偷偷躲起来玩游戏实在太爽了。继 NV 收购 ARM 之后，10月27日 ，AMD 也正式官方宣布，以3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FPGA 芯片的龙头公司 SILINS。FPGA 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可以通过编程来调整内部功能的芯片，可以方便开发人员快速设计出适合特定用途的芯片产品。在通讯、工业、汽车、视频、音频、AI、数据中心等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场景。比如苹果之前推出的用在 Mac Pro 2019上的 Afterburner 扩展卡就是基于 FPGA 的。5G 基站中也大量的采用了 FPGA。收购了赛恩斯之后 ，AMD 可以加强在数据中心领域的竞争力。在这一块，英特尔和 NV 可是赚了不少。
最后一条新闻，日前 B 站的一位UP主图灵的猫爆肝100天，开发了一个会写作文的人工智能 Essay Killer， 它可以自动从图片中识别高考作文题目，生成正常高中生及格水平的作文，再通过外接装置将文章写到答题卡上，一步到位解决你的全部困扰。为了提高写作能力，该 AI 学习了360万张图像数据、2亿条中文预训练语料、上千篇微条文章，这里面包含了历代高考满分作文和知名作家的作品。最后，这位 UP 主用上了拥有48GB 显存的 RTX 8000显卡，才放得下高达17亿的神经网络参数量。实际使用 AI 写出来的文章还像模像样的，所以什么时候能开发出写评测文案的 AI？我们工作室的视频效率应该会有大幅度的提高。OK，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评论支持一下。除了这个每周科技要闻之外，我们也一直在输出新鲜有趣的数码产品评测与折腾影片。新观众可以点个订阅进来参观一下，说不定会发现让你眼前一亮的内容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我不是一王，拜拜。